你知道吗？年薪100万的岗位都招不到人，不是没人干，而是你根本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人。Hello， 大家好，我是你身边的管理顾问老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企业出海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儿。你招的不是错的人，而是压根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人才是对的。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派出去的人干得好，却带不动团队。一家出海非洲的工程建设类企业，他们从总部派了一位工程副总过去。当然，这位工程副总是公司的骨干，执行能力非常的强。结果外派刚2个月，当地团队就出了问题。第一个问题，管理风格太强硬，导致本地员工抗拒配合。第二个问题，每次沟通都靠翻译，反馈严重滞后。第三个问题是对当地的法律和文化的了解几乎为零，频繁触动隐形的红线。总部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内部认可度这么高的人，在海外就干不下去了。那我只是说了一句，他确实能干，但他不见得适合这个岗位，因为你没有划清人设，最后只能靠感觉来选，这样比选错人更加危险。那由这个案例我们得到一些启示，企业出海选人是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的。我们来看看企业常见的3大认知误区。第一个认知误区呢，是谁熟谁顺手就写谁。很多老板派人出海，就是这个人我信得过，却忽略了是否岗位匹配，信得过不等于派得出。第二个误区是谁愿意去就赶紧上，很多 HR 苦于找不到人，谁点头愿意去谁上，结果是救火队长变成了导火索。第三个误区就是一张人才画像打天下，一个出海的负责人和一个外派的财务专员，他们能用一个岗位画像吗？那当然不行。在现实中，大多数公司根本没有系统的来区分不同岗位的岗位画像。那作为不同岗位的岗位画像，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3步划清出海人才的岗位画像。我们在实践中总结了一套3维岗位画像法，专门用于解决出海场景下的人岗匹配难题。第一步是定位出海角色的核心使命是什么。3个类型的岗位角色是差异巨大的。第一个我们叫市场突破型，那你比如说区域的销售负责人，那这一类人才主要核心强调攻坚能力、应变能力和冲突的管理能力。第二类是组织搭建型，比如说像分公司的负责人，那他就强调文化适应度、领导力和组织整合的能力，因为毕竟他是要负责整个海外的机构的组建。第三个是专业的支撑型，像财务、法务、HR， 那像这一类外派的岗位则强调规则意识、细节的把握能力和多元化的协同能力，因为毕竟像这一类岗位是海外机构和集团总部的纽带。在这里要特别的注意，不同角色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如果你只是用通用的标准来做所有的岗位的画像，那势必只会导致视线模糊，最后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第二步是提炼4大胜任要素，结构化来判断人选是否匹配。我们通常会将候选人按照这4大维度来进行建模。第一个维度是经验维度，看候选人是否具备多区域、多国和跨文化的管理或者是协同的经验。第二个是能力维度，比如说候选人是否在问题解决、跨文化沟通、远程协作和冲突协调方面具备足够的能力。第3个维度是适应性维度，候选人在生活方式、宗教文化、语言环境，他的接受度是不是高。第4个维度是发展意愿的维度，候选人是否具备长期的驻留和认同企业文化的特质。这4个维度的提出，实际上是把我们的合适的候选人的能力和基本的应该具备的素质具象化的。那特别要注意，每一个维度的我们都可以用结构化的面试加上情景测试来进行综合评估，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将我们的岗位的画像具体落到我们选人的细节中来。所以如果说不看得这么细，不做得这么细，那最终的人才画像往往只是形式主义，没有任何意义。
第3步就是分级分岗来建立我们企业的画像档案库。我们建议出海企业为每一个关键岗位来建立岗位的画像模板，尤其是要进行分级和分层。你像初阶的一个画像，它主要是针对基层的岗位或者是短期的任务外派的一个画像的呈现。那第2类是中介的画像，像区域的主管、跨国项目的负责人，像这一类人他们是属于出海的中坚骨干力量。第3类就是高阶的画像，这一类人他们更多的是国家或者是大的区域的负责人、合资公司的高管，他们的画像很显然是区别于中阶画像和初阶画像的，所以是应该有单独的详细的描述。因此每一个画像的模板，我们认为都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要素：一个是岗位定位，第2个是人力标准，第3个是文化的适应需求，第4个就是选人的建议，第5个就是风险的提示。5大要素缺一不可。这样呢，每次在选人前，只有把这5大要素都非常清晰的明确了，才会跟我们的业务部门有共同的语言来进行交流和确认这个人是不是我们合适的候选人。那说了这么多，作为 HR 来讲的话呢，到底该怎么来推动这件事情的落地呢？那我们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拉起画像共创小组。HR 肯定是不能单独干成这件事儿的，所以这个小组更多的应该是由 HR 加上业务部门加上用人高管3方联合建模。我们建议创建一个画像共创工作坊的一个机制，大家一起来拆解岗位、拆解行为和拆解情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我们关键的核心的岗位的画像才能够真正呈现出来。第2个呢，就是输出结构化的模板，使整个的模板沉淀为组织的能力，而不要停留在只是说过的层面，必须以模板的形式来沉淀下来。因为只有沉淀成标准化的书面的模板，才有可能不断的复制，不断的来推广它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这些标准化的形式包括哪些东西呢？第1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岗位画像的卡片；第2个就是根据卡片，面试官在选人时候的提问清单。这个清单呢，更多是按刚才我们讲到的画像的维度来制定的。第3个就是人才适配度的打分表，这个打分表是真正将画像运用到人才选择中间去的一个具体的工具，做到用前可查、用后复盘的一个目的。画像不是用来收藏的，而是用来用的，所以一定要将画像的结果纳入到整个候选人决策流程中间去的。如果碰到不适配画像的理由，必须报备，用后的效果还需要复盘。那么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循环和管理的闭环，才能够让组织有相关的学习力和沉淀下来相关的知识与能力。所以总结一下，画像不是画漂亮，是用来管人的。如果说你想要这一期我刚提到的岗位画像的模板、面试官提问清单和人才适配度的打分表，你可以在评论区打上画像工具包，就会发给你这一套实用的管理工具。那应该说，一个与画像不匹配的人到了海外岗位上，就是组织的风险，不是干得好就能外派，而是要对位、匹配、融入和留下4个环节都做得 OK， 这样才能够说我们的外派是成功的。那画不好画像，选错的不只是人，有可能输掉的是整个市场。我是老方，关注我，下一期我们来一起讲一讲出海高薪也留不住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不是你给的少，而是你激励错人，用错了方法。我们期待下一次相聚，记得一定不要错过下一期精彩的内容。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